煮冻饺子直接下锅煮就错了，牢记这个小技巧，煮出来饺子和刚包的一样鲜美好吃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俗话说，新年新气象。过年作为一年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节日，北方人民在过年的时候都要亲自包上一顿饺子，因为饺子在北方人的心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。不仅能够代表着团团圆圆的意思，同时还可以喜庆，带来好运。民间有句老话叫好吃不过饺子，在我们家里隔三差五都买饺子皮回来，自己会包比较多的饺子，先是美美的吃一顿，剩下的饺子则会放在饺子盒当中，放入到冰箱的冷冻层中进行冷冻，下次想要吃饺子的时候就不用去现包了。早上吃早餐的时候来上一点自己包的饺子，美味营养又健康。下锅煮的话，不是粘在一起，就是容易破皮。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？煮冻饺子直接下锅煮就错了，牢记几点，煮出来的饺子和刚包的一样鲜。在煮冻饺子的时候，不要直接下锅去煮，会出现破皮的概率会特别的大。那具体应该如何去操作呢？冻饺子从冰箱里取出来，能不能直接下锅？这关系到饺子会不会破皮。准备一盆常温水，就是30度左右，把冻饺子倒进去，浸泡5分钟。常温水浸泡能让冻饺子快速回温，并吸收水分。冻饺子的温度是零下19度，如果直接丢进100度的开水里，由于突然受到高温，饺子会迅速膨胀，饺子皮就会炸裂，一煮就破皮了。饺子经过冷冻，饺子皮失去了很多水分，变得干燥，浸泡后吸收了水分，变软后韧性增强，再煮就不容易破了。关于直接把冻饺子下锅煮会出现的问题，有专门的研究。包好的生生冷冻，在拿出来煮的时候，可以先看一下水温。馅料和水分之间是不能化合的，馅料中包含的最大水分就只能停留在原处。假设家中的水温是前者，从上锅到下锅之间的这一段时间里，冷藏门内的馅料能容忍的极限就在于水温能达到70度。如果此时水温没有达到70度上下，不会发生形状变化。不是水温一定要控制好，以达到70度即可。热水里加入1勺食盐，煮冻饺子不能用温度太低的水，也不能用温度太高的水，这个水温很快就能沸腾，也不会把饺子泡烂。加盐可以增强饺子皮的筋性，这样饺子就不容易破皮，而且口感更加爽滑筋道。饺子全部加入锅中后，等待30秒，轻轻用铲子推动，使饺子受热均匀，也避免出现粘锅的情况。等水烧开，往里边加入100毫升清水，这就是点水了。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这样一句话，就是3开饺子2开面，要在锅开之后点3次水，这样水饺就煮熟了。再次展开后，往里边加入清水进行点水。当我们将冷水倒入锅中后，水就会停止沸腾，锅中的温度也会下降一点，正在膨胀的饺子皮就会回缩，使它变得更加紧实，这样饺子就不会出现破皮的情况了，能避免煮饺子的汤汁变得浑浊。等到水第3次煮开的时候，饺子都已经漂浮在水面，我们的饺子就煮熟了，可以捞起来开吃了。从外观看起来，饺子没有破皮的，都很完整，咬上一口和鲜水饺一样好吃。看看水饺煮得怎么样，不错吧？不破皮，不粘锅，锅里没有沫沫，一口一个吃着真香啊！煮饺子看似简单，也有很多技巧，尤其是冻饺子，这3点不能忽略。冻饺子要用清水浸泡，
补充水分，饺子更加软嫩，不会发干。冻饺子要热水下锅，不会膨胀太快，不破皮，不露馅，也不会粘连。煮饺子要加2样东西，就是盐和冷水。饺子下锅前加盐，能让饺子更加筋道；饺子下锅后加冷水，能防止饺子破皮，更加爽滑。速冻水饺到底好不好呢？很多人就会去担心这个问题，这也不难理解。我们再来说一说如何挑选好的速冻水饺，毕竟很多人会去超市购买速冻水饺，对其保鲜期并不太了解。一定要选择新鲜的速冻水饺，也就是超市摆放比较靠前的冰柜，观察水饺表面没有霜化，有没有冰块，这样的水饺比较新鲜，能保持较好的口感。速冻水饺和现包尽量不要一起煮，这样可以确保它们有不同的熟透时间。购买前要观察速冻饺子包装是否完整，外观是否质地均匀。如发现速冻饺子已经解冻变软，有明显的开裂、变形、粘连、颜色发暗、发灰，袋内有大的冰晶等情况，则不要购买。散装食品是速冻饺子的销售方式之一，价格也比独立包装的要便宜一些。散装的速冻饺子容易受到污染，消费者要慎买散装的速冻饺子。选购速冻水饺的时候，一定要看清楚水饺的品牌。有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水饺，上网搜一下网友们对它的评价，味道好不好是其次，重要的是质量要有保障，毕竟是要吃的东西，当然要注意食品的安全卫生问题。而那些手工的速冻水饺，一定要去熟人那儿买，不然很容易被骗，或者买到质量不好的。水饺外面有没有冰霜，是否沾着冰霜，在制作水饺时作为冷冻食品。速冻饺子就是在冷冻的时候才要放凉，不放凉的话不能结成团。解冻的话，那就会变成冻水，没存放多久的话，肯定不会有冰霜的。如果有冰霜化，说明它被反复解冻，加入了很多冰水，这样不卫生的。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，就是储存的时间。超市里的速冻水饺放了很久的话，很大可能它就不是新鲜材料了，尽量不要选择这些存放时间久一点的速冻水饺。水饺里面的馅料有很多，我们购买的时候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，但建议大家尽量少选肉馅的饺子。水饺里面的肉馅质量无法得知，很可能是用边角料制成的。肉馅比素馅往往更容易变质，所以尽量选择素馅的饺子更好些，应选购标有厂名、电话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等完整内容的产品，一旦权益受到损害时，能找到投诉对象。配料表所列配料是按照加工食品时各种配料加入量递减排列的。营养成分表标明食品营养成分名称、含量和占营养素参考值 NRV 的百分比。在商场或超市挑选速冻食品时，应注意轻拿轻放，避免过度翻动冷柜。选购结束后应立即关闭冷柜门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了煮冻水饺的技巧，还有如何挑选速冻水饺的技巧。喜欢的话可以跟着试试哦。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大家了。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